这可能是最憋屈的总统。为了节省国家开支，他自己平时出行的座驾只有一辆红色皮卡，还得忍受寡头的欺压凌辱。而监狱里的前总理竟然跟度假一样悠然自得。刚刚上任的总统瓦西为了镇压寡头，不得不和他做交易。好不容易找到个强力伙伴，结果押送前总理的囚车在半路上直接炸了。但这一切却是瓦西和前总理密谋出演的一场好戏，就是为了麻痹寡头们的视线。葬礼现场，瓦西看到有个人哭得伤心欲绝，前总理说那是幸福开心的泪水，那个家伙欠了我好几千万。成功制造假象转移寡头注意力后，前总理带着瓦西来到了前总理家人的墓园，只见他深情地抚摸着雕像，瞬间掏出了一个 U 盘，他说这里面全是寡头们的犯罪证据。这操作把瓦西给惊呆了，但前总理说光有证据还不够，不怕寡头强大，就怕寡头团结。只要离间寡头，让他们之间产生内讧，就能将他们彻底的土崩瓦解。说干就干，保镖为了确保有前科的前总理不被民众认出来，给他化了妆。瓦西一进车厢，根本认不出来。哇塞，这化妆技术也太牛了吧！这皮肤，这身材，简直了！瓦西直接上手去摸，渐渐有点尴尬。这下事情大条了，原来认错人了。总统保镖为了防止前总理逃跑，还给他身上装了一个7分熟的电击器，说着说着就试了一下。人未到声先到，原来前总理在这里，这下可得好好欣赏一下易容术。到了晚上，总统保镖怀疑前总理打算逃跑，结果差点烤成7分熟。原来只是误会一场。隔天，他们联系到了第一个寡头胖子。这胖子为了接见总统，把豪华劳力士换成了平民电子表，把高端 iPhone 换成了老旧诺基亚。另外，胖子手下这边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总统的仪仗队。胖子这下气得火冒三丈，口吐芬芳。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新总统是有多抠门，还搞得这么大阵仗？赶紧让火车往前多开一段。隔壁车厢的当地球队刚从外地参加完比赛回来，他们刚下火车，那简直看愣了。我们只是获得比赛第9名，没必要这么高调吧？如果拿到冠军，那简直了得。瓦西按计划行动，为了避开闲人的视线，他单独带着胖子坐过山车。在这旋转腾挪的过程中，瓦西以腐败的证据作为威胁，胖子才答应和他合作。但是瓦西看到胖子种种腐败劣迹，实在不解气，下来又追着胖子一顿揍，搞定一个寡头，抬走下一个。可另外一边，这时国际货币组织突然造访总统府，想和总统瓦西讨论国家贷款的事情。瓦西让光头部长拖住那些人，他随后就到。于是光头开始了热情招待。饭桌上，对方一问起总统，光头就一杯接一杯，一直喝不停，说这是乌克兰热情好客的传统，最后把对方喝得脸都绿了。瓦西和前总理这边加快速度，继续和一个接一个的寡头接触谈判，但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的计划暴露了。最强势的3大寡头发现了，直接派人准备围堵他们。瓦西和前总理发现后马上跑路，总统保镖负责断后。最后眼看对方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慌不择路的跑进了一个剧院化妆间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们灵机一动，把自己打扮成即将上台的小丑。可上台表演的时候，他们的演技实在太差，漏洞百出。还是被发现了。